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威，歡迎繼續收睇我嘅頻道。咁好耐都冇同大家分享砌模型嘅心得啦。皆因我11月份嘅時候工作真係太忙，再加上大埔又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，令到我都冇乜心情時間去砌模型。咁唔開心嘅事就唔再講啦。今次就同大家分享呢隻彩透版嘅 Mega Size R78。咁點解我會買咗呢盒模型呢？咁話說喺幾年前，我接咗一單代工，個客呢就想做一隻好似台牆一樣咁樣發光着燈嘅 R78。咁所以我就買咗呢盒彩透版返嚟，抽咗佢入邊幾件透明件嚟去做發光嘅部分，跟住就一直放到而家，就咁放咗6-7年啦。好，講返盒模型啦，開箱睇下啲板件先。咁佢同普通版一樣，都係同一套模具生產嘅。咁板件亦都係一模一樣，只係變咗透明咁解啫。咁個問題就出現啦，零件嘅背面係印咗一啲號碼。如果係普通版實色嘅話，係睇唔到，冇影響嘅。但係而家透明版就會表露無遺。如果掃組嘅話，就會見到無啦啦後邊會有啲數字出嚟，真係好鬼肉酸。我自己又真係接受唔到啦。再加上佢本身個設計都係好簡單，只係兩邊零件對夾，就好似一啲舊款嘅 HG 設計，有大量嘅夾口需要做無縫。如果想整得靚少少嘅話，都要花啲功夫時間上色。但我又唔想浪費咗佢本身彩透嘅特性，所以我就決定一部分上色，另一部分就保留原有嘅透明件，做一個半彩透嘅效果。好，咁我等我掃組咗出嚟俾大家睇下先。好啦，咁掃組咗出嚟啦。咁大家都見到，由於我抽走咗膊頭同埋膝頭嘅透明件，所以我就用翻普通版嘅去取代。咁驟眼望落去呢，成隻其實都幾膠下嘅，尤其是嗰隻黃色係特別礙眼嘅。仲要見到零件背後啲數字同埋注膠孔呢，真係都幾差嘅。咁點都好啦，咁我哋都繼續整埋落去，睇下可唔可以整翻靚佢啦。第一步，我哋就做咗無縫先啦。咁支槍嘅手柄同埋瞄準器呢兩件零件會干涉到我哋做無縫，咁需要拆件鋸走原本嘅卡榫，然之後我再安咗一粒磁石落去代替原本嘅卡榫，咁跟住先再用黑膠填補夾口。咁樣做完個無縫之後，又唔會影響咗個可動性啦。膊頭零件嘅情況亦都係一樣。都可以用翻同樣嘅處理手法，鋸走原本嘅卡榫，再用磁石代替，就可以分件出嚟做無縫啦。記得就留意翻安裝磁石嘅正負極，如果調轉咗嚟裝，咁就會有反效果啦。腳腕嘅零件就比較容易啲處理，只要直接鋸短少少條卡榫，其實都已經可以順利安裝得到。其他嘅零件都唔需要拆件，都可以直接做無縫噶啦。咁剩低嘅零件都係一啲基本嘅動作，打磨、黑線加深等，就已經可以處理好噶啦。
跟住落嚟就輪到遮蓋上色啦。因為我想做一個半彩透嘅效果，所以我就用遮蓋膠紙遮咗想保留原有嘅透明部分，然後我就將有數字或者有瑕疵嘅地方噴有上返實色，遮蓋咗啲外眼嘅位置。其實我都好想盡量保留多啲透明位，不過好可惜，穿崩位實在太多啦，冇辦法唔噴返做實色。我諗 Bandai 佢喺開模嘅時候，完全冇諗過呢一個問題。如果係普通版，零件係實色嘅話，睇唔到零件嘅背面，咁梗係冇乜問題啦。咁而家呢隻彩透版，無端端見到啲零件背面透咗啲號碼出嚟，咁啊真係好扣分啦。我又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咁嘅設計，明明喺個框上邊都已經印咗 number， 又要喺模型嘅零件背後印多一次。咁樣做會唔會好多餘呢？唔知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咁樣嘅設計呢？好啦，咁噴完油上晒色之後，做埋滲線、水貼、燒光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好啦，咁啊完成咗啦。我覺得出嚟嘅效果都尚算收貨嘅，咁當然就可以再做得靚啲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，都不妨留言討論。咁今集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